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行到现在，俄军已经多次进行了顺着网线打你式的从线上转线下精确打击行动。一起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俄乌战争进行到现在，俄军终于在网络战上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，通过网络情报的方式给予乌军和亚速营数次重大打击。俄乌战争所处的时代是高度信息化的，人和人直接从往常的书信交流逐渐变成了手机之间的交流。现在手机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时刻不离身的。现在一部手机便可以解决大部分的衣食住行，非常的方便。而手机像素的增强也让许多人喜欢用手机自拍，记录生活百态，并且分享到网络上。而一些军人也喜欢发自拍，分享到社交平台上。但是对于军队这种高度保密的单位而言，自拍是非常危险的，甚至可能导致杀身之祸。乌军在此次战争中就因为自拍照泄露，让俄军顺着网线直接打过来，导致乌军和亚速营伤亡惨重。这种情况已经再三出现，不由得让人怀疑乌军的战场保密意识是不是极度匮乏，不然不能一个坑摔倒3次。而俄罗斯早在开战之初便严令俄军官兵上交手机，同时战场保持静默状态，和乌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本月的1号，在哈尔科夫地区的亚速营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征兵活动。亚速营将征兵地点设置到了哈尔科夫市中心大楼对面的广场，以期招募新炮灰，抵挡俄军的进一步进攻。亚速营成员为了宣传，便直接将自拍照发布到推特上，而照片附近的背景没有任何打码处理，这就造成了隐患。据悉，俄黑客将照片的具体位置和卫星地图，以及此前哈尔科夫该地区的照片进行对比后，确定了其征兵地点的大致位置。随后，俄黑客将亚速营的信息提供给了俄情报部门，俄情报部门经过核实后确认无误，并随即向亚速营的征兵地点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，并在上午8时左右成功命中目标。在征兵地点的亚速营分子顷刻毙命，俄军依靠网线斩首打击首开战机。俄军此举也说明了战场保密的重要性。不过对于亚速营来说，显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很快他们就因为同样的事情再一次丢命。3月3日，乌首都基辅以南的瓦西尔科沃市，亚速营部分兵力进入了一座学校，并在此布防。有一名亚速营分子闲来无事，便开启了自拍模式，随后将自拍的照片发到了网络上。这张照片不出意外的被俄黑客组织发现，同时通过自拍照片的篮球场和照片后面的窗户，确定了其具体位置。通过俄军核实后，直接往学校篮球场侧后的墙壁上打了一发导弹，导弹击穿墙壁后在篮球场爆炸，篮球场内的亚速营被一次性全部斩首。根据导弹的威力和弹孔大小，这很可能是俄军新式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杰作。3月27日，同样是因为自拍照泄密，一名亚速营分子被俄军以活捉的方式直接带走。他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此人名叫皮里普丘克伊万诺维奇，也算亚速营中的红人了。当天，他从阵亡俄军士兵的遗体上抢夺了手机，随后翻出手机通讯录，以视频通话的方式侮辱了俄军阵亡士兵的母亲，声称他儿子遗体会被狗吃掉，并且发出歇斯底里的癫狂笑声，令人愤怒。随后，俄军方要求务必将此人抓获，必须将其绳之以法。俄网友和黑客则根据其推特账号和个人信息，确定了他的面容特征和具体身份信息，发现此人是一个十分爱好自拍的人，即便是战时，他的自拍照就没停过，在推特上持续发布。而俄罗斯黑客和情报部门根据他近期自拍的一系列照片背景，成功锁定了其大致所在位置。随后，俄军立即组织了由特种部队构成的精锐小队，在1天内将其成功活捉。可以预计的是，这位丧心病狂的亚速营分子落到俄军手里的下场不会好到哪儿去，只能说他罪有应得。综上所述，虎妞给大家总结一下，从近期俄军实施的数次连续斩首打击和抓捕行动来看，其背后无疑彰显了俄罗斯强大的黑客网络战和情报搜集整合能力。这些关键信息可以使俄军及时精确定位打击敌方目标。
相信以后这种顺着网线斩首的情况还会再次出现。毕竟亚速营那帮人都是记吃不记打的主，真可谓是又蠢又坏。